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为什么现代中国人最像宋朝人？我们常常会在脑海里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今天把你丢进时光机，让你穿越回古代的某一个朝代，去哪里你会觉得最适应，最没有违和感？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大唐、汉朝，因为他们听起来强大、自信，万邦来朝。但如果你真的穿越回汉唐，你大概率会崩溃。在那个时代，出门要通关文牒，社会实行严苛的礼方制和宵禁。一到晚上，长安城的大鼓一敲，各方的大门锁死，你敢在街上溜达，轻则挨顿板子，重则直接被巡逻的士兵当成盗贼处理。更让人窒息的是，那是典型的门阀贵族社会，你能不能当官，不看你多努力，看的是你的姓氏、你的血统，你爹是谁。但如果时光机把你降落在公元11世纪的北宋汴京，或者是南宋的临安，你会突然有一种强烈的熟悉感。你会看到深夜11点的街头依然灯火通明，夜市里卖着玄煎羊白肠和紫苏饮，你会看到有人在瓦舍勾栏里看商业演出，你会看到这里的年轻人在为了考取功名疯狂刷题内卷，你会看到这里的文人精英们在茶馆里讨论着国家大事，甚至批评当朝宰相的政策。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内藤湖南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唐宋变革论。他认为中国历史从中唐到北宋发生了一场极为深刻的社会转型。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中国近世的开端。拨开历史的滤镜，你会惊讶地发现，1000年前的那群宋朝人，他们所面临的社会结构，他们推崇的价值观，甚至他们骨子里的那种焦虑与审美，和今天的我们简直如出一辙。古代文明的躯壳下，早就孕育出了现代精神的内核。今天我们就从3个核心角度来硬核拆解，为什么现代中国人最像宋朝人。我们先来聊聊第一个现代特征，对学历的极度崇拜与武力的边缘化。今天的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知识改变命运，高考考研、考公考编，文凭是我们跨越阶层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敲门砖。而这种社会共识正是从宋代开始被彻底定型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要看看宋朝是怎么来的。宋朝之前是5代十国，那是一个什么年代？史书上说53年，易5代，换8姓，立13君。那是个彻头彻尾的丛林社会，谁的兵强马壮，谁就可以当皇帝。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被战乱物理消灭了。所以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他心里有一种极度的恐惧，他必须终结武将篡权的死循环。于是北以9世兵权，大宋确立了国策，重文轻武，用文官治国。既然不靠打仗来选拔人才，那靠什么？靠科举。虽然科举制在隋唐就有了，但在唐代科举录取率极低，而且极不公平。唐朝考科举要看行卷，也就是你要提前把自己的诗文递给达官贵人，看有没有人赏识你。说白了，还是拼人脉。但到了宋朝，为了彻底打破阶层固化，科举制度迎来了史诗级的升级。宋朝发明了胡明法，把考生的名字盖住，后来又发明了誊录法，连笔记都不让你看出来，专门雇人把所有考卷重新抄写一遍，再给考官改。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今天高考的密封线和标准化阅卷吗？这套制度的出现，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残酷的社会革命。他第一次向全社会的平民子弟宣告，只要你书读得好，哪怕你是农民的儿子，哪怕你家徒四壁，你也能直接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宋代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叫满朝朱子贵，尽是读书人。但公平的代价就是极度的拥挤。当全社会所有人的上升通道被强制收缩到考试这一条独木桥上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内卷就爆发了。宋代的科举考生人数从唐代的几千人暴涨到北宋末年的几十万人。为了考试，宋代出现了专门的教辅材料，出现了类似于今天补习班的私人书院。当武力扩张被政策压制，社会所有的能量只能向内倾轧。
我们今天常说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还有那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全部都是宋朝人发明出来的。这也是宋真宗亲自写下来鼓励老百姓去考公的宣传语。今天的我们看着那些为了大厂 offer， 为了编制名额日夜苦读的年轻人，再看看1000年前那些在寒窗下皓首穷经的宋朝书生。时代变了，但那套依靠考试来实现阶层跃升、高度理性却又极其残酷的社会运转逻辑一脉相承。聊完了制度，我们进入第二层，精神与审美。很多人对宋朝有一种刻板印象，觉得宋朝很弱，一直挨打。但奇怪的是，宋朝的美学，宋词、宋画、宋词却达到了中国古典艺术的巅峰。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极其复杂的现代性心理，高度理性的内卷与极度繁华下的群体焦虑。我们先说理性。宋代诞生了理学，比如程朱理学。无论今天的人怎么批判理学禁锢思想，你不可否认，理学的本质是中国人开始尝试用一种高度抽象、严密的逻辑和理性去解释宇宙的运转和人性的规律。宋人讲究格物致知，这是一种非常向内收敛、探索真理的精神。他们不再像汉唐的古人那样，整天幻想着羽化登仙、炼丹寻药。宋人非常现实，非常理性。这种极度的理性投射到审美上，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极简主义。大家回想一下唐三彩，大红大绿，金碧辉煌，那是处于上升期、充满扩张欲的帝国审美。但你看宋代的瓷器，比如最著名的汝窑，雨过天晴云破处，通体没有任何多余的纹饰，只有纯粹的柔和的单色釉。为什么？因为当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主导，当社会高度内卷之后，人们的审美一定会从繁复的炫耀走向极简的内敛。繁复是暴发户的审美，而留白和极简才是高知阶层精神疲惫后所渴望的宁静。宋代的审美和今天现代都市里流行的北欧风、侘寂风、新中式本质上是同一种心理诉求。我们在极其复杂的现实规则中感到疲惫，因此我们渴望在器物上寻找一种克制、高级的松弛感。但这种松弛是脆弱的。宋朝人的骨子里刻着深深的焦虑。宋代的 GDP 极高，商业极其繁荣，但地缘政治环境堪称地狱模式。北边有辽国、金国，西边有西夏，后来还面对着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战争机器蒙古帝国。宋朝人就像是一个抱着金砖走在暗巷里的富翁，他们有钱，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安全感。他们通过澶渊之盟花钱买和平，用岁币换取边境的安宁。这种经济繁荣但缺乏绝对安全感的状态，催生了宋代文人极其敏感的神经。你看苏轼、欧阳修辛弃疾的词，即使是在写西湖游船、写元宵佳节的极度繁华，笔锋一转，也往往会落到人生如梦、叹流年的怅惘之中。这难道不像极了今天的现代人吗？我们身处一个物质极度丰富、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拥有前人无法想象的便利，但我们依然集体焦虑。我们焦虑买房，焦虑养老，焦虑国际局势，焦虑明天会不会被时代抛弃。这种在物质繁华中的精神悬浮感，这种试图通过追求高雅生活品味来掩盖内心不安全感的行为，宋朝人早就替我们体验过了。最后，我们来聊聊最能体现现代精神的地方——市民社会的崛起与公共舆论的形成。古代社会是以农业为绝对核心的，城市只是政治和军事的堡垒。但在宋朝，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随着商业的爆发，宋代彻底废除了方士制度，汴京和临安变成了真正的商业大都会。清明上河图里画的是什么？是临街开店的商铺，是走街串巷的小贩，是拥挤的交通。宋代的城市不仅取消了物理上的围墙，更打破了时间上的限制。宵禁被取消，夜生活开始了。在宋朝的城市里，诞生了一个全新的阶层——市民。他们不再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而是有消费能力、有娱乐需求的城市居民。他们去瓦舍看杂剧，去茶坊听评书，他们在街头买香药，甚至宋朝还出现了专门替人跑腿送饭的外卖小哥。
这种生活方式的底层逻辑是对现实个人幸福的追求。人们不再执着于宏大叙事中的开疆拓土，而是开始关心一粥一饭，关心生活质量。现代中国人对吃穿住行的讲究，对便捷城市生活的依赖，其源头正是在宋朝的街巷里。而与市民社会相伴而生的是高度发达的精英话语权和舆论场。宋朝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政治默契，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不再是绝对专制的独裁者，庞大且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官集团成为了制衡皇权的重要力量。因为宋代活字印刷术和造纸术的普及，书籍和信息的传播成本大幅降低。宋代甚至出现了小报，也就是民间的非官方新闻纸。朝廷今天发生了什么人事变动，明天街头巷尾的茶馆里就在讨论。在这种背景下，宋代的知识分子拥有了极高的公共参与度。比如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这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和制度的改革，更是一场波及整个大宋的舆论战。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苏轼为首的旧党，通过上书、写文章，拉拢舆论，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激烈交锋。在宋朝，政治不再仅仅是宫廷内部的暗杀和流血，而是演变成了文人之间的政策辩论和舆论博弈。虽然这种党争最终也消耗了宋朝的国力，但这其中展现出的文官政治、言官制度以及知识分子通过笔杆子影响国家政策的模式，可以说是具备了极强的现代公共空间雏形。反观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互联网构成的超级舆论场中，意见领袖、专家学者，甚至是每一个普通网友，都在通过网络发表观点，影响社会决策。我们今天对于公平、对于制度的讨论热度，其实和当年那些在太学里激扬文字的宋代太学生们有着精神上的高度重合。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现代中国人最像宋朝人？因为从宋朝开始，中国人的骨子里被注入了世俗、理性、务实和尊崇知识的基因。我们在考场上挥洒汗水，像极了当年在考棚里奋笔疾书的举子；我们在深夜的烧烤摊前谈笑风生，像极了当年在周桥夜市里大快朵颐的汴京市民。我们一边在内卷中感到焦虑，一边又试图在茶道、插花和极简家居中寻找灵魂的庇护所。这简直就是千年后复刻版的宋代文人。宋朝并不完美，它有它的软弱、妥协和时代局限，但它确确实实是在漫长而沉闷的古代文明中最先破土而出的一抹现代文明的曙光。了解宋朝，并不是为了沉溺于过去的繁华，而是为了看清我们自己。因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底色，早在1000年前的那个朝代就已经被调制好了。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